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假设你是一个长相普通、不会打扮、也不懂女孩心思的钢铁直男，你看上了一个当地有名的白富美，可人家当时正跟初恋男友打得火热，难舍难分，你会怎么办？估计很多人会觉得没戏，摇摇头就放弃了。但巴菲特没有，在搞钱和追人这两件事上，他有着一股异于常人的轴劲儿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股神追妻秘史，看看他是怎么用商业思维把别人的女朋友变成自己的老婆的。更妙的是，他还用同样死缠烂打的方式搞定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华尔街偶像。欢迎来到小爱读书圈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拆解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《滚雪球》。上集我们说到，21岁的巴菲特花$100去上了卡耐基的演讲课，治好了自己一跟女孩说话就发抖的社交绝症。而他这么拼命练习沟通技巧，其实心里藏着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是他看上了奥马哈当地的一个白富美，叫苏珊·汤普森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？作者在书里形容她就像一个发光的小太阳，长得漂亮，性格开朗，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能把气氛搞热的女生。她在高中不仅是校花、班长，还是辩论队主力、合唱团台柱子。更难得的是，她心思细腻，特别会照顾别人的情绪，简直成了巴菲特心里的白月光。他一整个秋天都在给苏珊写情书。但问题是，人家当时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在对方看来，这个叫沃伦的小伙子虽然脑子挺聪明的，但行为举止太怪异了。他来家里做客，连句简单的寒暄都不会，一张嘴就是宏观经济和股票市盈率。而且苏珊当时正在和一个叫米尔顿·布朗的男生热恋。这个米尔顿跟巴菲特完全是两个画风，他高大帅气，虽然出身普通，是个犹太裔铁路工人的儿子，不过米尔顿很上进，为了交学费打好几份工。他俩站在一起，看起来就是一对养眼的金童玉女，而且感情非常好。因为在当时的奥马哈，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圈子之间是不往来的。苏珊为了这个犹太男友，宁愿被自己的姐妹会排挤，也绝不分手。那面对这种绝对劣势，巴菲特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没慌，而是在那里仔细分析局势，寻找突破口。他发现苏珊对米尔顿很死心，从他本人身上根本找不到机会。于是巴菲特把目光转向了苏珊的家庭结构。他察觉到，在这个家里有个人说话非常有分量，甚至能左右苏珊的决定。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威廉·汤普森博士。这老爷子可不是个普通老头，他在当地很有声望，是奥马哈大学的院长，还是位心理学博士，周日还要穿上牧师服去教堂布道。同时呢，他也是个共和党人，平时最喜欢研究政治和经济。更有缘的是，巴菲特父亲霍华德有一次竞选就是他帮着策划的，两家人早就认识。而且威廉老爷子打心眼里就看不上苏珊那个初恋男友，他骨子里带着当时奥马哈那种传统的宗教偏见，明确反对女儿跟一个犹太穷小子约会。那巴菲特一琢磨，这不正好装到我枪口上了吗？于是他立即改变策略，不再去缠着苏珊，而是开始疯狂讨好未来的岳父。那段时间，汤普森家的客厅里出现了一个有点好笑的画面。苏珊经常不在家，有时候待在家里也是在为父亲不允许他们在一起以泪洗面。但巴菲特一点都不觉得尴尬，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到苏珊家报道，抱着一把尤克里里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边弹琴一边跟老爷子高谈阔论。一老一少，从杜鲁门政府的经济政策聊到华尔街的最新动向，老爷子越聊越喜欢。他发现眼前这个小伙子的脑子太好使了，他对商业的洞察力比那些银行家还要深刻。最对胃口的一点是，他是新教徒，还是共和党人，他爸是国会议员，这可太合适了。没过多久，这位难搞的岳父就彻底倒戈了，成了他最坚定的内应。只要苏珊一回家，老汤普森就开始在女儿耳边吹风：苏珊啊，沃伦这小子的聪明才智真的少见，这孩子将来不可限量，你真的应该多了解了解他。汤普森博士甚至还到处跟人说，我这个未来女婿将来要么是个大富翁，要么就会当总统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学校的学费上调，苏珊那个初恋男友因为负担困难被迫转学，俩人的关系也就这么淡了。他后来慢慢回过神来，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每天坐在自家客厅里弹着尤克里里的怪男孩。
其实苏珊一开始是觉得巴菲特是个毫无情商又有点自大的讨厌鬼，但当他真的花时间去了解他的时候，他发现巴菲特虽然不懂浪漫，但身上有一种少见的专注和真诚。而且他谈论股票时的那种自信，其实只是一层保护色，在这层外壳下面藏着一个战战兢兢、骨子里很自卑，甚至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小男孩。所以苏珊开始有点心软了。巴菲特后来自己回忆说，我当时过得很糟糕，我觉得自己很孤独，在社交上像个低能儿，我一片混乱，但苏珊看穿了我的内心。我们讲到这里，其实需要停下来往深处挖一挖。巴菲特当时才21岁，他为什么非苏珊不娶，甚至不惜死缠烂打呢？仅仅是因为苏珊漂亮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巴菲特原生家庭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他那个情绪不稳定的母亲经常对他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辱骂，这导致巴菲特从小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从没体会过被爱的感觉。他把自己封闭在数字和金钱的世界里，因为只有数字不会对他发脾气。所以巴菲特在骨子里是一个情感上脆弱，甚至有点残缺的人。而苏珊呢，恰好拥有她最需要的东西，无条件的包容和母性的光辉。当她察觉到了巴菲特母亲对她造成的伤害，就开始努力的去修复它。她不在乎你赚多少钱，她只在乎你开不开心，永远支持你。巴菲特跟作者说，苏珊像我的父亲一样对我影响很大，甚至大过我父亲的影响，只是方式不同。我身上有很多自我保护的东西，他能懂，而我却表达不出来。为了讨好苏珊，这个平时对女生穿什么衣服毫无审美的直男，竟然开始留意苏珊穿的蓝色套装。俩人去牡丹公园约会，巴菲特根本不会跳舞，但他跌跌撞撞地陪着苏珊跳，他还会同意她把蚯蚓放在他背上玩。好吧，这个点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最终，在老丈人的助攻和巴菲特死皮赖脸的坚持下，1952年4月19号，21岁的巴菲特在奥马哈的邓迪长老会教堂成功截胡，把苏珊娶回了家。不过呢，这场婚礼差点就没办成，因为1952年4月，密苏里河发了一场大洪水，刚好就淹到了奥马哈。而当时巴菲特是国民警卫队的成员，就在婚礼前1-2天，他差点被征召去抗洪。要是真的被叫走了，那婚礼就得无限期推迟。大概老天爷也是看他可怜，临时被免除了任务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结婚那天，巴菲特社恐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紧张的只能靠在心里默默数数来缓解，甚至故意不戴眼镜，这样他就看不清楚台下坐着的人了。结婚后，这对小夫妻在奥马哈租了一个很简陋的公寓，月租只要$65，据说有很多老鼠。他们自驾度蜜月的时候，别人都是看风景吃大餐，巴菲特倒好，他后座塞满了目的手册和账簿。苏珊在旁边看海，他就在旁边翻财报，寻找那些跌破净资产的烟蒂儿股。那苏珊也不生气，特别宠。他包容了巴菲特所有奇怪的需求，冰箱里必须备满百事可乐，晚餐只能吃用奇怪方法烹饪的肉和土豆，橱柜里要有爆米花。巴菲特不敢去理发店，苏珊就亲自拿剪刀给他理发。他需要有人帮着穿衣服，协助和人打交道，需要有人摸摸头，抱一抱。很快，婚后6个月，苏珊就怀孕了，她不得不从奥马哈大学退学。1953年7月30号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珊·爱丽丝·巴菲特出生了。为了和母亲苏珊区分，家里人都叫她苏西。那有了苏珊这个稳固大后方，巴菲特终于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最渴望的事情上了，那就是重返华尔街，回到偶像格雷厄姆身边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前面巴菲特大学毕业，提出免费给偶像打工被拒绝了。但这几年在奥马哈当股票推销员的日子里，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。他用了一种聪明的策略来保持自己在这个行业核心圈子里的存在感，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免费的外部研究员。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待在家里研究各种冷门公司的财报。一旦发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，他就会立刻写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，寄给远在纽约的格雷厄姆。不仅如此只要有机会去纽约出差，他就一定会跑到偶像办公室去刷脸，敲敲门，进去跟老师聊上10几分钟，汇报一下自己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和想法。他这么做其实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：老师您看，我不仅懂您的理论，
我还能在实战中帮您找到猎物，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。这种长期的扎实铺垫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。1954年的一天，巴菲特收到了本杰明·格雷厄姆的来电，偶像说：“快点回来吧。”听到这句话的瞬间，巴菲特激动得差点把电话捏碎。他等这一刻等了整整3年，他甚至连工资是多少、具体负责什么工作都没问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他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通往世界金融中心的入场券。他马上收拾行李，带着老婆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苏西，头也不回地奔赴纽约。这时候的巴菲特觉得人生简直圆满了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马上又要去给心目中的神打工。他以为纽约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就是他投资生涯的梦想天堂。可是谁成想，当他真正走进那间办公室，坐在偶像身边，看着偶像每天是如何做交易的时候，他内心原本的信仰竟然开始出现了裂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下集接着聊。